让了，我让他追别的，他还让我让路，我没地方让了，然后他就下来打我脸，扇了几下10下。奥迪女司机车技不好，而且脾气火爆，即便小女孩躲到犄角旮旯让行，她也感觉车子在宽阔的马路上开不过去，于是干脆下车给了女孩10个巴掌，让她以后看见自己就乖乖让路，否则见她一次就打她一次。这给刚刚年仅5岁的女孩留下了极大的心理创伤。据母亲蔡女士所述，自己女儿一向老实巴交，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在小区里玩滑板。当时奥迪女司机下班回家，进入小区后看见女儿玩滑板，挡住了她的去路，于是二话不说就破口大骂，直言这是谁家的孩子这么不长眼，看见老娘都不知道让路吗？可实际上是女孩都已经躲到一旁了，是女司机技术不好才无法顺利通行的。先到这个地方，然后他车给中间要往这边拐，然后他非要开到这边往那边拐不过去，他还怨我。女司机认为自己驾照都是满分通过，怎么可能是她的技术问题？肯定是小女孩没眼力见。随后下车就是一通责骂，让我让路，我让了，我让他追别的，他还让我让路，我没地方让了。对此女孩倍感委屈，自己让路都快让到小区外面了，女司机还想让她怎么样呢？随后便瞪了女司机一眼。可嚣张惯了的女司机哪受到过这种冷眼，即便是5岁女孩也不行。就这样，在大庭广众之下，女司机开始对女孩实施暴打。小区监控记录下了她的丑恶行为。909就是奥迪A6的黑色奥迪A6，他要左转，我女在右边站着，我女儿是在和躲车，躲之后在这个躲到在没地方躲的时候，在这坐着让他过去啊，往这个方向走，往这方向走之后对我女儿进行殴打。女司机认为自己开辆奥迪 A6就可以在小区横着走路，即便遇到5岁女孩挡住她的去路，她也会二话不说就扇女孩10个巴掌以示权威。可女孩当时明明已经让路到最边缘，如果再让她让路的话，估计都该让到小区外面了。是女司机车技不好，却还把责任怪在别人身上，甚至对一个5岁女孩大打出手，简直不配做人，只配做狗。当时女孩母亲蔡女士得知自己女儿被打，便匆匆赶到现场，可嚣张女司机早已没了踪影，现场只剩下了正在不停喊疼的女儿。随即蔡女士便把女儿送进医院，检查结果让她心如刀绞。报的是一个外伤，然后额骨有骨折现象，线形影就是一个骨折的表现。后来蔡女士去小区调查监控，发现当时那名女司机手法狠毒，对年仅5岁的女儿竟接连掌乖10个巴掌。难道她对自己的孩子也会如此狠毒吗？还是根本就生不出孩子，所以才没有丝毫怜悯之心吗？咱们作为父母，对孩子就是孩子怎么调皮的话，咱也不可能是照他脸上去打。蔡女士决定，不管对方有什么实力、什么背景，也要给自己女儿讨个公道。随后，调解员经过查询，得知了女司机的联系方式，但面对记者前来采访，原本嚣张的女司机却开始当起了缩头乌龟，只好让丈夫出面替她挡风。结果印证了那句“一个被窝睡不出2种人”这句话。其丈夫一上来就开始狡辩，把责任全部推到了女孩身上。然后这个挪开窗户让她挪一挪，然后她不挪。我媳妇从下车的时候，就她拿着小滑板车往旁边挪了挪，吐了我媳妇几口，然后开始骂。据其丈夫所述，自己妻子从未受过这种委屈，全家人都拿她视作珍宝，所以对于女孩向她脸上吐唾沫的行为，他肯定会暴跳如雷，这才动手打了女孩。身为丈夫的他，当然要宠着妻子，所以无论如何，他都要把错误归咎在女孩身上。对此，蔡女士瞬间恼火，开始怒怼夫妻俩没有人性。然后后来你的妻子就照我孩子脸上去打。我问一下，你有孩子吗？如果别人打到你的孩子，不管孩子再怎么样，你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？对于蔡女士的一番话，其丈夫不予理睬，放下一句有能耐就去法院起诉自己，随后就挂断了电话。事后调解员询问了专业律师，据律师所述，女司机的行为属于对未成年人的不法侵害，不仅要受到道德谴责，还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最终女司机被刑事拘留，同时还查出了她的上百条开房记录。对此你们怎么看呢？我们下期再见。